Hello， 大家好。这2颗建叶文心收到已经有差不多2个星期了。最近比较忙，到现在有空才把它们上板。这2盆建叶文心是裸根种植，我每天都给它们喷一点水。在上板之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就是在板子上面打一个洞，把挂钩做好。用来绑的线就是一般钓鱼的鱼线，这种钓鱼的线我是在沃尔玛买的。好了，准备工作做好了，现在就把这2盆建叶文心脱盆。因为它是裸根种植，根有一部分是粘在这个小筐子上面。要把这些根弄上来，也是非常容易，用一个塑料的卡片把它刮下来就可以。要徒手的话就比较困难，徒手这样子掰很容易把根都弄断，用塑料卡片就非常容易，这样就出来了。底下面是用了一点点的水苔。好了，这颗建叶文心刮下来了，根看上去也是还是可以的，也就不需要怎么修剪了，直接把它绑上去就好。做板子用的质料可以用水苔，也可以不用水苔。如果您的气候环境比较湿润的话，就这样直接的绑上去就可以。我这里的气候环境是比较干燥，还是用一点点的水苔比较好一点。水苔的分量多一些少一些都没有什么关系，感觉水苔太多了就减少一些。这样也就可以。今天2颗建叶文心就做2个试验。这一颗呢，就直接的摆在水苔上面，水苔不需要垫得太高，就在头部上面也就可以。第1颗就直接的这样绑上去。上板用的线不一定是用这种钓鱼的线，也可以用一般的做衣服的线，也可以用园艺的那些小的铁线。我用这个钓鱼的线，因为它是透明的，看上去就感觉上比较美观一些。只要把它绑住就可以固定好，也就可以了。感觉上跟包粽子差不多。只要能把这颗兰花固定好也就可以了。在网上我也看见有人分享，不需要用线来绑，直接的用钉书剂把它钉紧就可以。在后面打一个结。鱼线有一点滑，一开始打结还是有一点难度，但是操作几次之后呢，也就比较容易了。这样第1颗也就上板了，非常容易吧？这个时候如果感觉这个鱼线有一点太长的话，可以把它剪掉，也可以把它穿到下面去，只要在外面看不见也就可以了。绑上这个名签，这颗建叶文心就上板了。
尖叶文心兰跟一般的文心兰在种植上有什么区别呢？尖叶文心对光线的要求比较高，它对光线的要求是在蝴蝶兰跟卡特兰的之间，比蝴蝶兰要高一些，比卡特兰需要的光线要低一些。它跟其他的兰花一样，不能直接的晒太阳，它可以耐高温，不耐寒冷。在夏天，它可以忍耐100华氏度，也就是38摄氏度的高温。最低的温度是在55度，55华氏度，也就是13摄氏度左右。尖叶文心对水分的要求就比较特别，由于在原生的环境之下，它是长在树的顶端。这棵尖叶文心的种植方法跟刚才那一棵有一点不一样。这棵尖叶文心在根的上面，我是放了一点点的水苔，就是想看一下哪一种方法更适合尖叶文心的生长。由于在野外它是生长在树的顶端，所以它对水分的要求就比较特别。它不喜欢长时间太干或者是长时间太湿的生长环境。在它的根很快就干的时候，就需要浇水。浇完水之后，它也需要它的植料马上就能把水分排出去。特别是在高温的夏天，它不能一整天都是干的，也不能一整天都是湿的。所以种植这个尖叶文心，最好是早上浇一次水，晚上浇一次水。它对空气湿度的要求也非常的高，需要达到50%到70%左右。施肥呢，也就是薄肥勤施，是用建议浓度的1/4，每1个月浇一次肥料水。之前我也种了几棵尖叶文心，用颗粒种植的那2棵现在长得还是非常的好，用树皮水苔种植的那棵呢，就已经干死了。有位网友分享，他的尖叶文心是用板植的，挂在室外，浇水也非常的简单，直接的用水龙头喷。我会继续的分享这2棵尖叶文心的生长过程，不论成功和失败，我都会跟大家来分享的。